自从7月19日，英国政府决定全国完全解禁以来，那么各界包括媒体对未来几个月英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的疫情尤为担心。过去这一个月呢，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拭目以待，看看英国呢，在它7月19号完全解封之后，究竟这个疫情是什么情况。在7月19号呢，从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得出，当时呢，英国在处于第3次高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他就在犹豫，我是要解封呢还是要不解封。其实他的解封呢已经比原来计划的推迟了1个月。根据原来的4步规划，英国呢第4次完全解封应该是在6月底。当时因为这个疫情出现了抬头的情况，所以说英国政府呢决定推迟1个月。但是在7月19号这一次呢，英国的总理就忍着头皮硬是完全解封，当时顶着非常大的压力，而且全世界很多国家呢都当时给予了反对的意见，说英国这样做呢是不但对英国人民不负责任，而且呢对世界人民不负责任。所以说今天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回顾一下过去这1个月英国的疫情是怎么变化的，是不是像当时人们担心的那样，那么未来的走势如何。从这上面大家可以看，在2021年7月19日那一天，英国呢每天的新增病例是39538人，它的7天平均的这种病人数是45462人，这是它从解禁的那一天。前面呢我也曾做过一期视频呢，就告诉大家解禁以后呢，它有个潜伏期，就是病毒感染呢有个潜伏期。那么解禁以后，大家都会敞开的去夜店啦，到饭店吃饭啦，上街啦，甚至可以不戴口罩，对吧？那么它不可能立刻显示出来它的效果。所以说当时第1周呢，英国疫情连续6天下降，很多媒体报道，这下放心了。当时我说呢，这个不能过于掉以轻心，因为前面的1周到2周呢，不能反映出来真正完全解禁对英国全国疫情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如果我把它变成30天的情况，也就是从7月19日到8月17日，大家看7月19日呢，当天新增病例39538人，7天平均呢是45462人。从那以后呢，走到最高是在7月20日，然后7月20以后呢，这个数据逐渐降低，每天都在降低。所以说前面1周呢，很多媒体都非常高兴，说这下你看这个完全解禁没有影响。但是前面这1周呢下降以后呢，后来又有一个短期的上升，单日新增病人呢最低的是在7月27日那一天，当时每天新增呢23228人。关键大家要看这个上升呢，是这个7天平均数，7天的平均这个新增病人人数呢，最低的时候呢是在8月5日，当时呢7天平均的新增病人数呢是25860人。在这天之后呢，这个平均数又逐渐上升，大家可以看每一天都在上升，到27000多，然后到28000多，后来呢到昨天为止，7天平均新增病人数呢已经上升到29243。这个如果你和1个月前相比呢，还是低多了。所以说从这个新增病人人数和7天平均新增病人人数来讲呢，英国过去1个月的疫情情况是处于迟缓状态。当然媒体也分析了，有专家也分析了，因为现在呢是英国的暑假期间，在英国暑假期间呢，学生都不上课了。另外因为今年疫情，到外边度假的人仍然比较少，很多人呢都在自己家里种花、养草、种菜。那么也有人呢就在英国国内做短程的度假。所以说实际上呢，大家整个英国处于一种休假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这个英国的检测数量减少，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还并不能反映出来这个完全解禁以后对英国的影响。而且据英国的医疗专家说呢，他们非常担心在9月份开学以后，
另外很多人呢从度假也要去上班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疫情仍然不增高，就说明呢这个疫苗起到了大量的作用，可能这一次疫情呢就会过去了。但是如果9月份这个疫情再一次抬头，也就是我原来预测的第4次疫情的高峰期，那么呢就会对英国的人身健康和经济发展起到再一层的重创。下面呢咱们再看看它的死亡病人数。这个死亡病人数同样呢前面有2个高峰，现在呢是第3个高峰，但是因为这个英国的疫苗接种呢在全世界国家里边呢还是排得比较靠前的，所以实际上疫苗的接种呢对英国的整体疫情的控制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现在咱看一看呢它的过去30天的死亡病人的情况。从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在7月19号那一天呢，当天死亡病例是19人，当时的7天平均死亡病人呢是42人。过去这1个月，尽管新增病例呢去平缓甚至降低，但是你可以看这个7天平均的死亡率呢，从40多一直到50多、60多，现在呢到70多人、80多人。那么到后来到这个8月10号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89人，7天平均，单日死亡呢146人，还是非常高的，100多个人一天死亡的，那么每天都是100多，所以说还是很厉害的。大家可以看一直向下走呢，这个7天平均已经超过了92个人，7天平均的死亡人数过去1个月翻了一番。那么咱再看看这个它的住院病人人数，因为这个住院病人人数呢是非常容易反映了现在的病原情况和将来的发展趋势。这同样呢它有3个高峰期，咱次看呢过去30天的情况。过去30天呢，大家可以看昨天呢全国的病人住院人数呢达到了5855人，重症监护室呢有867人。大家不要忘了，这重症监护室的人数呢直接影响了它的死亡率。如果咱回头来看1个月前，也就是说7月20号的时候，当时呢全国住院的病人有4275人，重症监护病房呢是580人。所以说总的来讲，过去1个月呢就是病人住院人数是增加了 20%， 然后呢重症病房呢增加了 30%。 实际上呢它的疫情还是在逐渐恶化，只不过没有像过去那么快速的恶化。当然了，咱现在呢要看看它的检测情况，因为检测情况呢有可能会影响它的数据。在过去这个30天呢，它的检测人数因为假期的这是明显减少的。例如这个在8月15号的时候，当天呢总共检测了747277人，其中呢有28000人是阳性的，阳性率呢占 3.8%。 那么咱再看看30天前，当时呢他检测了100万人，他的阳性呢有47000人，他当时的这个阳性率呢是 4.7%， 现在是 3.8%， 所以他的阳性率呢是降低的。因为他的检测人数减少，那么阳性率呢又降低，所以说单日新增病人数呢当然是降低的了。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呢有可能受这个假期学生们放假的影响和这个大家都在家度假这种情况的影响。咱再看看他们国家这个疫苗接种情况，因为疫苗接种情况呢不但反映了过去，而且呢能够预示未来。咱们看看过去30天它的疫苗接种情况，大家可以看过去30天呢它的疫苗接种单次接种的率呢是逐渐上升的，但是它的2次接种率呢是增加的比较明显。到这个2021年8月16号为止呢，有 77.1% 的人至少打过1次疫苗，有 61.3% 的人打过2次疫苗，所以说它的疫苗接种率还是很高的。如果咱们看这个1个月前，当时呢只有 69.6% 的人打了1次疫苗，只有 54.6% 的人打了2次疫苗。所以说从这个疫苗施打情况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英国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现在呢咱再回到这个新增病人的人数的情况，因为过去1个月
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单日新增病人是逐渐下降的，然后中间呢有一点起伏，大家可以看有这个3到4个波折。这个波折的引起呢，实际上有个客观原因。一般他们国家的统计呢，礼拜一和礼拜天的统计数据呢，往往是滞后的，所以说多半到礼拜二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数据突然上升。所以说这个波动呢，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现象，你不要太认真了。但是总的趋势呢，这个每日新增病人数过去1个月是逐渐降低，但是它并没有完全降下去，所以说实际上它维持在一定的高度，这仍然说明呢，整个人群的新增感染呢是保持在一个高度的。那么因为现在是假期，学生放假了，而且大家都在家度假，也不去上班了，那么这对整个这个单日新增人数呢是会有直接的影响的。现在呢，咱们就要拭目以待，2周以后学生都要开学了，度假的人呢都要上班了。实际上最重要的关键转折点呢是在9月中旬到9月下旬的那段时间。如果那个时间以后英国的疫情还是处于目前这种状态，或者更加下降的趋势，那就说明英国人民度过了这次难关。如果那个时候又出现新的抬头，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英国的防疫仍然不可小视。另外呢，希望大家仍然不要掉以轻心，出门到人多的地方呢，仍然要戴口罩。如果你还没有打疫苗的时候，赶快打疫苗。实际上你接种疫苗和戴口罩是对你个人和全家人的双重保护。单一的保护呢，一旦失败，单一的保护呢往往有时候是不完全可靠的。一旦那个保护失败，你的第一道防线被破坏了以后，没有第2道防线来防卫，就很容易出现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尽管现在打完疫苗的人呢，感染以后重症情况比较少，但是这纯粹也与你个人的免疫反应能力有关。有些人免疫反应非常强，就像你打完疫苗，有些人打完疫苗没有反应，有些人打完疫苗反应就非常强。所以说呢，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做实验。希望你和家人都健康安全，希望全世界的人民都安全健康。实际上呢，每天大约有800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住院。过去1个月内大概有3000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死亡。另外由此引起的，英国在7月份有550万病人正在等待常规的医院治疗。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你一定记得点个赞，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